2026年4月23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迎来了成立77周年的庄严时刻。一场盛大的舰艇开放活动在青岛如期举行，这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荣耀盛典，也是一次军民同心的温暖相聚。77载风雨兼程，从无到有，从弱到强，人民海军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海护卫。而这场开放日让我们读懂了人民海军护得了家国万里，也容得下孩童嬉闹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此次青岛海军开放日由北部战区海军牵头举办，活动时间从4月22日持续至26日，规模空前，诚意满满。据官方信息显示，共有6艘现役主力舰船盛装亮相，分别是乌鲁木齐舰、潍坊舰、齐齐哈尔舰、芜湖舰、东平湖舰和阳澄湖船。他们以挂满旗的最高礼仪停靠在青岛港3号码头和奥帆中心码头，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和游客，让大家零距离触摸国之重器的温度。其中首次面向公众开放的乌鲁木齐舰备受关注。这艘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2015年7月下水，2018年2月服役，入列以来先后圆满完成亚丁湾护航、中外联演等重大任务，是卫戍海疆的重要力量。除此之外，芜湖舰等舰艇也悉数开放，现场还设置了特色科目展示体验区，群众可以近距离体验祈雨、打绳结等海军特色项目，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国防力量的强大。活动现场，威武的战舰、整齐的舰容、挺拔的官兵，每一处都彰显着人民海军的底气与风采，吸引了无数目光驻足。但最让人破防、最牵动人心的，不是先进的装备，不是庄严的仪式，而是角落里一群孩子的身影。他们在导弹发射舱的盖板上肆无忌惮地跳着格子，奔跑嬉闹，笑得纯粹又灿烂。谁能想到，那些平日里承载着守护家国使命、用于御敌防身的垂直发射系统，那些本该威严肃穆、戒备森严的护国长剑，此刻却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。镜头里，平时一身威严、英姿飒爽的海军战士，此刻彻底卸下了锋芒，化身温柔的幼师，紧紧跟在孩子们身边，一边小心翼翼地护着他们，一边轻声叮嘱注意安全，脸上的笑容温柔得能融化冰雪，比孩子们笑得还要开心。英姿飒爽的女兵们也收起了往日的干练凌厉，脸上满是温柔笑意，主动蹲下身和孩子们互动，陪他们说话，给他们讲解简单的舰艇知识，眼神里的宠溺藏都藏不住。有网友拍下这一幕，配文说道：上面一群小导弹，下面一堆大导弹，这就是咱妈给的安全感，把孩子宠成了最幸福的模样。现场一位网友的分享更是暖哭了无数人。这位网友说，他们是开放日第一天去的，最先登上了芜湖舰，当时只有2个孩子想上导弹发射舱，家长下意识地阻止了孩子，连忙问身边的兵哥哥：同志，孩子能上去玩吗？兵哥哥笑着摆了摆手，语气亲切又自然：咱自个儿家的，随便玩，注意安全就行。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，没有丝毫架子，没有半点敷衍，却藏着最深厚的军民情谊。这一幕传到外网后，瞬间引发了全球网友的热议。不同国家的网友留下了真诚的评论，每一句都满是羡慕。有外国网友留言：中国的孩子太幸福了，他们能在导弹上奔跑，而我们的孩子连靠近军事基地都不可能。还有网友感慨，这才是国防的真正意义，不是制造恐惧，而是守护温柔，中国做到了。更有一句评论戳中了无数人的心：中国孩子在导弹上玩耍，中东孩子在导弹下求生。这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道出了最残酷也最真实的差距。同样是导弹，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是恐惧的象征，是战争的阴影。那里的孩子从小就要学会躲避导弹，习惯炮火，童年被战火撕碎，家园被硝烟笼罩。而在中国，导弹是守护的象征，是和平的底气。我们的孩子可以在导弹上奔跑，在军舰上欢笑，在大国重器之上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。有人曾嘲笑我们的军队，说军队是用来冲锋陷阵的，不是用来和群众联络感情的。还有人批判军队在抗险救灾后席地而睡，没有警惕意识，救灾时不带武器，睡觉时不站岗。对此，网友只有一句话，就让他们哑口无言：你回自己家睡觉需要警惕吗？
是啊，在自己的家国土地上，在自己的人民身边，战士们无需时刻紧绷神经，因为这里是他们守护的家园，身边是他们守护的亲人。就像这次海军开放日，战士们愿意让孩子在导弹发射舱上玩耍，不是松懈，而是底气，是国家足够强大，是军民足够同心，是他们有能力守护好这份纯粹与美好。4月22日，海军77周年纪念视频《向大洋》正式发布。本来大家以为只是常规的献礼视频，没想到看完才发现全是官方埋梗。尤其是片尾登场的19岁新兵，直接暗示了一个天大的惊喜：中国第4艘航母大概率是核动力的。这部《向大洋》可不是普通的宣传片。军事专家解读，他用精巧的叙事结构，把中国航母事业的发展、海军官兵的精神传承藏在了一个个细节密码里。其中最绝的就是片中4位核心人物的名字，简直是明晃晃的暗示。视频里先后登场的3个人物分别叫廖宁、单东、傅健。熟悉中国航母的朋友一看就懂，这3个名字谐音的就是我国已经入列的3艘航母：辽宁舰、山东舰、福建舰。而且这3个人的身份也很有讲究，从长江舰教员到潜艇艇长，再到鞍山舰副航海长，刚好勾勒出人民海军的传承脉络。不得不说，官方玩梗从来都是专业的。本来大家看完这3个名字还在感慨官方的巧思，结果镜头一转，一位名叫何健的19岁新兵面向福建舰庄严报道，一句入列直接让军迷圈沸腾了。按常理来说，前面3个名字对应3艘航母，第4个名字肯定也不简单。于是网友们瞬间开启破译模式，各种猜测满天飞。最开始有河南河北的军迷朋友激动坏了，直呼河建谐音河建，是不是要以河南或者河北命名第4艘航母？小编觉得这种猜测可以先放一放，毕竟按照我国舰艇命名条例，航母一般以省级行政区命名，而河建和河南河北的谐音并不贴切，而且前面还有浙江、广东、江苏这样经济文化实力强劲的省份没命名，怎么也轮不到中部省份插队。排除了省份命名的可能，网友们很快锁定了最合理的猜测：河建谐音核舰，也就是说，中国第4艘航母大概率是一艘核动力超级航母。这个猜测一出来，瞬间得到了绝大多数军迷的认可。毕竟官方从来不会拿国之重器开玩笑，尤其是在海军77周年这样重要的节点。可能有朋友会问，为什么一定是核动力？难道不能是另一艘常规动力航母吗？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中国航母的发展原本有一个4步走的规划。第一步，辽宁舰，改建续建苏联未完工航母，解决航母从无到有的问题。第二步，山东舰，自主建造中型常规动力航母，掌握自主建造技术。第3步，福建舰，突破8万吨级大型航母和电磁弹射技术，完成从滑跃起飞到弹射起飞的跨越。第4步，原本预计会建造一艘10万吨级常规动力航母，为核动力航母打下基础。但现在核舰的出现，大概率意味着这个第4步要取消了，我们要直接一步到位上核动力。小编猜测这其实很合理，从8万吨级常规动力航母升级到10万吨级，需要重新研发一套更强大的常规动力组，投入大，周期长。与其这样，不如直接攻克核动力技术，一步跨越到超级核动力航母，省时又高效。而且有消息显示，我国舰用核动力系统的研发进度比我们预想的快得多。之前有外媒唱衰，说中国搞核动力航母至少还得10年，结果2026年3月，大连造船厂的卫星图就暴露了端倪。2个直径18米的圆形钢结构，经军事专家确认，正是核反应堆压力舱，这可是核动力航母的核心部件，常规动力航母根本不需要。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已经提上日程，目前进度已接近70%。说起来，这已经不是人民海军第一次用谐音梗暗示装备了。2022年的宣传片《深蓝深蓝》用3胎安排暗示福建舰，几个月后福建舰就正式下水，所以这次核舰的暗示可信度非常高。按照目前的建造进度，小编猜测这艘核动力航母大概率会在2027年下水，2030年左右服役。到时候，中国海军的航母阵容将迎来质的飞跃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